不开心的情侣，他们会待在那段不开心的感情里面，忍受对方数年后才会想办法去找解决的方法。让你猜猜这个数年是几年？给你3秒钟，1秒、2秒、3秒。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Cindy。我的频道主要和大家分享心理健康话题，或者是用心理健康的角度去看某一些事情。在过去这1个月，甚至其实已经超过1个月了，王力宏离婚的这件事情吵得沸沸扬扬。这件事情发生过后，我就有一些朋友来问我，用婚姻咨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怎么看呢？所以我决定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以一个婚姻与家庭治疗师的角度来看网友的回应，还有看这整件事情，和大家分享3个观点。我搜集了网友们的回应，然后将他们分成了3大类别。第一大类别是很多网友都问，为什么要等8年？为什么不早一点处理？其中有一些网友就说，他们一演就演了7、8年，这个演技有点牛啊。然后还有人说，又没有人拿着刀枪逼他，这里的他指的是李静蕾。Do something sooner about it instead of now。 然后很多人都有这个点，为什么要拖这么久？这样子一直拖了8年，根本就害到小孩。以我从婚姻与家庭治疗师的角度来看，婚姻大师 John Gottman 做研究指出呢，不开心的情侣他们会待在那段不开心的感情里面，忍受对方数年后才会想办法去找解决的方法。让你猜猜这个数年是几年？给你3秒钟，1秒、2秒、3秒。答案是6年。所以就是想想看，一段感情，如果今天2个人都很不开心，他们平均会待在这段不开心的感情里，让这个不开心持续长达6年后，他们才会去找解决的办法。想想这其中有多少积怨，这其中积了多少怨，或积了多少不开心的情绪在这6年当中。所以王力宏跟李静蕾他们等了8年离婚，只超过平均数的2年。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寻求专业的协助，看起来是他们都有去找諮商师，或许在第5年、第6年的时候有去寻求諮商师的协助，但是从李静蕾的 po 文看起来是王力宏并没有要回心转意或是处理问题，而是只是想要找其他的諮商师同意他的观点，说一切都是李静蕾的错，而不是他的错。而且加上他又是公众人物，有很多的形象要处理呀，或是有很多的媒体要处理，所以8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明明就已经在一段感情里很久了，然后不开心很久了，但还是在那边撑着，觉得或许有一天对方会回心转意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想说过一天算一天。接下来第2个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是这个婆媳关系、婆媳问题。王力宏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婆媳问题来形容为什么他们会离婚。有很多的新闻有指出，王力宏请假也需要母亲出面，他都已经是成人了，还没有管理财务的自主权。到底有没有婆媳问题呢？我自己觉得多多少少是一定有啦，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他可以保持形象，然后离开问题的方式。但是现在真正听起来离婚不只是婆媳问题，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尤其在移民里面，在很多华裔啊移民里面，很多人都遇到这个婆媳问题。研究显示呢，在传统的父系社会下，女性本来是比较没有权利的。那他们怎么得到权利呢？就是透过他们的儿子。当然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没有这么传统的思想了。但是当时在很传统父系社会下成长的女性呢，很多现在都是婆婆的年纪，很多也已经当婆婆了。所以在父系社会下，今天婆婆透过儿子得到权利了以后，当他们的儿子长大了以后，娶进了一个老婆，这个时候婆婆她不会把自己放在应该要当婆婆、应该要当小孩的妈妈的位置上，她会把自己的位置定位在老婆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媳妇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好我的儿子，媳妇是来抢儿子的。所以不管怎么做，不管媳妇怎么做，今天如果婆婆不知道她应该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妈妈或是婆婆的角色，而是陷入这个传统社会里，把自己放到老婆的角色，要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变得很强势，觉得你是来抢他儿子的，或者另外一方呢就会变成有很多生理反应，我最近很不舒服啊，你来看我啊，不要带他来，他每次来都会让我心情不好，就造成这样子很困难的三角形，很复杂的三角形关系。我刚才有提到，尤其呢对于很多的移民，因为当时他们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文化还有语言也没有到这么的顺畅，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重心都会放到家庭。然后当重心放到家庭后，今天儿子长大，今天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拔长大，当他们出去外面，当他们长大以后找到一个老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妈妈就会有非常危机感，这个老婆是不是要来把自己的权利抢走？因为好不容易他们因为儿子而得到权利，当然不会轻易的把这些权利放开。所以今天如果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儿子，如果他没有办法保护他的老婆，然后把老婆当作一个团队，试图帮忙跟母亲沟通，然后练习划界限，健康的界限。如果他今天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婆媳问题本来就会发生。因为今天婆婆不是把自己放在妈妈或婆婆的角色，而是把自己放在老婆的角色。就今天多出了这么多老婆，这个时候不难想象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很惊讶哦，原来她是个妈宝。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但是想想刚才我们讲到婆媳关系，会把婚姻一切呢怪到因为婆媳问题导致婚姻失败的人，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到底是怎么样。今天第三点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妈宝的特质。当然很多女生也会是妈宝，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分享 Mama's Boy 男性妈宝的特质。很多这些特质也适用于你女性身上。第一件事情呢是，即便他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还没有自主权，事事都需要经过妈妈的同意，而且他们自己也会很愿意把自主权交出去，什么事情都会问妈妈。比如说今天要去面试穿什么，或是我应该吃什么比较健康啊，买水果应该要怎么买，我妈说这应该要这么做。甚至到我真的，甚至有些人我遇过这样子的人，要去哪一间诊所看医生，或是哪个医生比较符合你的需求，都需要问过妈妈。可不可以在外面过夜，也还是需要经过妈妈的同意。你有没有遇过你有遇过其他类似的情形吗？如果你有遇过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这些人啊，他们明明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告诉还是没有办法告诉妈妈，我已经是成人了，你已经不需要掌控我的一切了。然后第二点呢，是妈妈的意见都比你重要。不管你说什么呢，今天只要是他妈妈说的，他都会觉得妈妈说的比较对，比较重要。第三点呢，是每天都跟妈妈传简讯、讲电话，然后每一天甚至到每个礼拜都一定要见面。有些人住在家里，这个状况就会有点不太一样了，而且和妈妈有健康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良好的事情，但是到了一个程度是，今天连你们吵架的大小内容都要跟妈妈说。曾经我有看过的例子是，连姓氏都会跟妈妈分享，什么样的姿势、长度、时间都会跟妈妈分享。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第四点呢，是拿你跟他的妈妈做比较，常常会说我妈煮的饭比较好吃，这我妈都会这样做，这我妈都会这样按啊，你怎么不会？或是洗衣服啊什么之类的，我妈都会这样啊，你怎么不会？第五点呢，是在妈妈面前变得特别的幼稚，就是明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突然就好像变成大小孩一样，或者突然就变得非常幼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自己做了。第五点呢，就是完全被宠坏，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努力工作，或是透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些什么，要钱就有钱，要什么就有什么。妈妈是个 push over， 儿子想要什么妈妈就会给。第六点呢，我知道很多人即便结婚了，在台湾还是会跟父母住，但如果你今天是没有跟父母住的话，你的婆婆她会出现，任何时间想来就来，都不需要打电话先通知，
然后可能他也有你们家的钥匙，就会直接进你们家，或者是完全不需要通知，就会直接出现在你们家门口。第6点呢，是妈妈的需求永远在你之上。今天2个人都有需求的时候，永远都是妈妈的先，而你的需求呢，可能就是在比较后面。最后一点呢，是你在你婆婆心目中永远不够好。这件事情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今天妈妈是把她自己的角色当老婆了。他可能自己也都不知道，但他把自己的角色放在老婆的位置上了。你怎么可能够好呢？你永远不够好，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对。以上就是一些妈宝的特质，如果有一些我没有提到，你有遇到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看看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妈宝特质。如果今天你遇到的这些妈宝，或者你现在身边的这一个就是个妈宝，我建议你要么赶快逃，要么赶快去找个心理咨商，要么赶快去找个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开始讨论这些话题。好啊，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如果有其他你想要知道的主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